小橘子，你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已经一整天了，快出来吃东西吧，我做了你最爱的炒面哦。不要理我，去拿给我一瓶酒，不是，是一箱酒，我都要喝光。你怎么啦？发什么神经啊？我好痛苦啊，他不要我了。哦，你失恋了吧？不久前你不是还和那个学长帅哥每晚都视频通话，还告诉我他是你的真爱，还说马上就要见双方父母了。怎么现在突然就分手了？我们初相识的时候，他天天黏着我，说我是他这辈子碰到的最温柔、最善良、最好的人。他还说我们永远都要在一起，永不分离。这才多久啊？他现在却说和我无话可讲，在一起的生活平淡的要窒息，然后就突然提出要分开了。怎么会这个样子啊？那应该是多巴胺在捣乱吧？多巴胺？那是个什么魔怪？为什么他要介入我们中间当小三啊？多巴胺不是小三，它是人体自身的天然机制，大脑分泌的化学成分，可以为我们提供能量和动力，传递兴奋与开心的信息。它就好像是你体内自带的礼物，能给你奖赏，让你快乐。快乐？古诗讲得好，人生若只如初见。当初在一起的日子的确好开心啊，他送我巧克力、鲜花，讲好多我爱听的情话，带我去好多好玩的地方哎。当你们热恋时，分泌的多巴胺会带给你甜蜜幸福的感觉。多巴胺为爱情带来的激情会给人们一种错觉，以为爱可以永久狂热。当你头脑中充满着这种激素的时候，也正是你意乱情迷的时候，所以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恋爱脑很盲目。古诗还有后半句，何事秋风悲画面。怎么后来他都不送我礼物了，信息也不回，也不约我出去了。从多巴胺的角度来说，拥有是无趣的，只有获得才有趣。当未知事物令人激动的神秘感变成乏味的熟悉日常时，多巴胺的工作就完成了，失望乘虚而入。大脑中的多巴胺回路只能被光鲜之物的可能性所刺激，而不管现在的事物已有多完美，它的座右铭是想要更多。当爱情变得习以为常时，那种兴奋感就会悄然溜走，注意力就会被其他新奇的事物所吸引。多巴胺不会满足于某一个标准，追求也永无止境的。我无趣，我对他这么好，给他准备便当，陪他看球赛，其实我一点都不喜欢看。他为什么不能对我始终如一呢？人体内多巴胺不可能永远处在较高的水平上，人体的自我调节能力很强，总是试图将人体的状态调整回正常状况。一旦多巴胺减少甚至消失，人也就从恋爱的迷醉状态中恢复过来，或者就像我们常说的那样，失去了爱的感觉。我一定要想办法来重燃他对我的激情，我要不停地打电话给他，再不停地发信息，再找他的朋友跟他聊聊，或者还可以去他家门口堵他。你看我还要做些什么才能挽回他的心意呀？在浪漫关系的早期，双方产生多巴胺的系统同时被激活，陷入热恋。一般多巴胺的浓度可以持续6到48个月，平均2年半左右，
而因为个体本身与环境的差异，导致了你和恋人彼此的多巴胺消逝的时间是不同步的。当对方的多巴胺消退时，而你却因为突然遭到冷落与拒绝，即刻陷入了被你抛弃，我却更爱你的痛苦中，反而令你的多巴胺的活动持续增加，使得你的感觉升华到更为强烈的激情，而就有可能去做些令对方非常反感或者冲动的事情。这些适得其反的举动也只会让对方更加讨厌你、唾弃你，甚至就此也可能会延伸出无法控制的反噬事件出来的。可我整天发呆，好想他，饭也吃不下。多巴胺不是快乐因子吗？而我现在好难受啊！让你茶不思饭不想的不是多巴胺，是血清素在作怪。当你进入被拒绝的强烈抗议阶段时，大脑中的多巴胺处于较高水平，而血清素分泌就会减少。而血清素是帮助人体神经之间传递信息的渠道，是会影响人的食欲、动力和情绪的。既然已经知道关系无法挽回了，那就好聚好散，各自安好吧。随着关系的结束，多巴胺之火也就是该熄灭的时刻了。那我还要撑多久啊？救救我吧！告别让人渴求激情的多巴胺并不容易做到，过渡期的低落情绪也令人沮丧，而拥有这方面的掌控能力是一个人成熟的标志，也是迈向持久幸福的重要一步。那两个人就没有办法维持长久的关系吗？在轰轰烈烈的爱过之后，随着多巴胺的浓度下降，双方需要另外一种爱情物质来融入到彼此的关系中，那就是大脑中分泌的内啡肽，用它来填补激情，好让彼此产生对稳定关系的依恋、温暖、安逸、平静的感觉。让内啡肽掌握了主导权，多巴胺就会被抑制住了。所以我和他都被多巴胺愚弄了，没有将爱情进行到底。由新奇引发的多巴胺不会一直持续下去，爱情中的浪漫总会最终消逝，然后你们就会面临一个抉择，是否可以过渡到另一种爱。这种爱由平日里对对方的欣赏所滋养，或者你们也可以结束这段关系，各自去寻找另一次过山车之旅。由多巴胺驱动的选项不需要付出太多努力，但它结束得很快，就像吃一个小甜饼给你带来的快乐。而可持续的爱会将你对未来的期待转移到对当下的体验，从幻想任何可能性转移到拥抱现实及其所有的不完美。当持久的关系自然形成时，两个人就可以互相陪伴，爱惜彼此，携手共度未来美好人生的。我一定要振作起来。多巴胺是酒肉朋友，内啡肽才是真正的交心朋友。我一定可以度过这个难关的。我也一定会好好陪着你的。你也可以做做瑜伽、慢跑运动、冥想等，这些都可以帮助你平衡多巴胺对你的情绪影响的。当然，说不定在不久的将来，你很快就可以碰到你真正的灵魂伴侣的。最好是高富帅，骑着白马来敲我的房门，然后我们从此就过着幸福的生活了。那是童话故事吧？